Hello， 大家好，我是豆豆。古族坐落在中州东域，那里绝大部分的势力都可以算是古族的下线。萧炎一行人直奔其中一座名为古圣城的地方，那里是古界的入口，严禁外人进入，其中更是有着不少古族的强者镇守。若是没有邀请帖的话，即便是斗尊巅峰也闯不进去。萧炎望着眼前空间通道的尽头，心中爬上一抹火热。薰儿，我来了。古圣城据说是由古族那位斗帝强者建造的，整个城市外面被一层光罩包裹，光罩中蕴含了一丝斗帝之力。萧炎等人越接近这座城市，能感觉到来自灵魂的威压越强。而为了表示对斗帝的敬畏，古圣城方圆1000丈内禁止任何人飞行。萧炎等人也都乖乖徒步到城门门口排队等候。城门口两侧有将近100名身着黑色甲衣的人影，手持长枪，他们尖锐的目光不断在周围扫过。萧炎的目光从这些人影身上转移，却突然在城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领权。在萧炎看到他时，领权也看到了萧炎，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萧炎，谁允许你来此处的？领权的话让周围不少人的目光都停留在萧炎的身上，毕竟现在的萧炎在中州还是有着不小的名声。萧炎屈指一弹，一张带着凌厉劲风的玉帖对着领权爆射而去。领权一把抓住玉帖，瞬间一股恐怖的温度从玉帖中弥漫。他咬着牙忍下了掌心传来的剧痛，不屑地说：“原来是星陨阁，这等实力的势力怎会收到我古族的邀请帖？”萧炎淡淡地说：“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便去问你们古族的人，将玉帖还来吧。”领权被萧炎气得牙痒痒，让他有本事过来拿便是。话音一落，他便感到眼前猛地一花，手掌上紧握的玉帖瞬间脱手而出。等他回过神，玉帖已经出现在萧炎的手上。领权的脸瞬间涨红，丢了个大脸的他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一声怒喝，凌厉的掌风便狠狠地对着萧炎拍去。不等他的攻击落在萧炎身上，他的眼前便再度一花，一股恐怖的劲气直接将他轰得重重撞击在城墙上。领权喷出一口鲜血，满脸的不可置信和惊骇。当初在叶家时，他的实力还比萧炎高出一星，可现在他居然连萧炎出手都看不见，可见两者之间已经拉开了一个恐怖的距离。这种变化让生性高傲的领权有种吐血的冲动。当年那个在内院被他视为蝼蚁般的萧炎，已经站在了他的头顶上。萧炎微笑着说抱歉，让领权下次不要再做这种蠢事，毕竟像他这么手软的人可并不多。领权的眼睛瞬间通红，下令让黑岩小队抓住萧炎。在两方人马剑拔弩张时，萧炎冷笑着问领权，难道想公报私仇？他们既然持有玉帖，便是古族的客人，以领权的地位并没有资格擒住他们。领权刚想怒喝萧炎，一道身影重重地落在城门前。看到这道身影，领权的脸色微变，周围的黑眼军战士恭敬地喊着武统领，然后将刚刚发生的事快速地说了一下。听到萧炎的名字后，武统领皱着眉头，眼带一丝极淡的敌意看向他。领权眼中满是嫉妒和不甘，这就是小姐嘴中的那个萧炎，现在你还想让他进去？武统领像看傻子一样看向领权，怒骂他没有脑子。萧炎是古族宴请的客人，不让他进，难道是想让别人嘲笑古族不懂礼节不成？碍于对方的身份地位比自己高，领权只能冷哼一声的退开。武统领请萧炎进城先待几日，到时候自会有人接他前往古界。萧炎微微点点头，这个武统领虽然对他有一丝敌意，但却公私分明。萧炎能猜到这是因为薰儿的缘故，他有预感这次的古界之行怕是不会一帆风顺。就在萧炎走到武统领身旁时，对方迟疑了一下，抱拳说：“若是不唐突的话，不知能否寻一个时间与萧炎阁下切磋一下？我很想看看你能否真的配上小姐。”最后这句话小到只有萧炎听到。萧炎缓缓点头，以薰儿在古族中的地位、气质和天赋，以及他的绝色容貌，古族中对他抱有爱慕之心的人都会将萧炎当作威胁最大的情敌。萧炎也很清楚，这种切磋挑战日后恐怕会更多，甚至更加野蛮。萧炎心中为自己日后的繁忙哀叹一声，便进入了古圣城。他们在城中心的庄园中安顿了下来。通往古界的空间大门需要3日后才会开启。而在他们休息时，林隐正向薰儿汇报萧炎的行踪。现在的萧炎已经不是他这个老头子能看透的啦，他不得不承认薰儿的眼光的确是不差。
薰儿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深层次的闭关，外界的事很少传到他耳中。但即便如此，他也相信萧炎必然已经在中州赫赫有名。林隐迟疑了一下，薰儿前段时间在族中宣布的事，怕是会让萧炎有些麻烦。时间并没有让薰儿和萧炎之间的感情消逝，反而越发的醇厚芬香。所以前段时间，薰儿在古族商讨他未来婚事的长老会议上，极为平静地宣布，不论古族中人是反对还是支持，他只喜欢萧炎，并且他们都改变不了。薰儿的话让古族绝大部分长老脸都青了，而这也是古族的年轻天才们对萧炎抱有敌意的原因。另一天，萧炎一行人在庄园的酒肆中选了处位置坐下。酒肆中心还有一座巨大的石台，石台上2道身影正在交手。小医仙和天火尊者正和他们说着关于黑眼军的消息。黑眼军在古族的地位不低，因为他们的选拔条件相当苛刻，不仅需要对古族绝对的忠心，还必须在一定的年龄段达到特定的级别，并且他们每年都会考核，达不到标准便会被剔除。黑眼军的级别之分极为森严，其中设有8大统领，领全一星斗尊的实力不过是个排名倒数第2的统领而已。小医仙还打听到，薰儿在长老会议上亲自承认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而8大统领中几乎大半都将萧炎视为情敌。不过对萧炎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他们，而是4大都统。4大都统是黑眼军真正的高层，在他们之上还有2位黑眼军真正的统领者黑眼王。他们在天才云集的古族中都号称绝顶天才，按照他们的潜力，日后也将会成为古族真正的核心人物。萧炎此刻真正的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他的修炼速度放眼同辈，已经让人可望而不可及，但和古族这些绝顶天才相比还是弱了点。他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不管这些所谓的都统有多强，他和薰儿之间谁都阻拦不了。就在萧炎几人交谈间，石台上交手的人影也分出了胜负。下面切磋者黑眼军3统领杨浩以及单会的冠军萧炎。这道声音在阁楼中回荡着，喧闹的环境顿时为之一静。萧炎刚举起茶杯的手掌猛地一握，他这是被人摆了一道啊！小医仙等人也反应了过来，古族这种手段实在是太过下作了。萧炎放下手中的茶杯，既然有人自愿上来当头鸡，他便收下，杀鸡儆猴一番。黑眼军的3统领杨浩和萧炎一样，也是5星斗尊。身为古族的人，他拥有非常多的高阶斗技傍身，从来就没想过会败在萧炎的手中。所以当他被萧炎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轻松松地打得口吐鲜血后，杨浩脑袋一热，怒吼着混账东西，我不服，便冲着萧炎爆射而去，可惜照样被萧炎随手打飞。就在杨浩准备再度发疯地冲过去时，黑眼军的2统领林朽浮现在他面前，制止了他。林朽看向萧炎，问他打得可爽。萧炎看着眼前这个6星斗尊的2统领，淡淡的说：“比试切磋而已。”林朽身形一动，出现在石台上。既然萧炎这般喜欢切磋，就由他来试试，如何？萧炎笑着回他：“若是要车轮战的话，这点人似乎少了。”就在台上再度剑拔弩张时，古族的古训长老现身，怒骂他们身为主人家，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难古族的客人。林朽被一通骂也不敢还嘴，他知道今日黑眼军的面子是找不回来了，但他依旧不甘心地传音给萧炎，说这次算他好运，识相的话就尽快离开古族，否则进入古界只会让他自取其辱。说完，林朽便抓着动都动不了的杨浩离开。古训目光复杂地看向萧炎，萧族的人总算是再次来古族了。他让萧炎做好准备，因为薰儿的原因，他日后遇见的麻烦不会少。古训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便转身下台离开。萧炎从石台上跳下，刚想回座，体内的异火猛地剧烈跳动，他的目光顺着感应停在了楼阁上一名戴着面纱的红衣女子火炙身上。火炙的双眼正平静地注视着萧炎，他的眉心处一朵栩栩如生的火焰印记正悄然绽放。萧炎心头一动，这人怕就是药老所说的炎族中人了。两人目光对视时，各自的眼瞳中都有火芒流转。片刻后，他们之间的空间处凭空爆炸，火焰将一旁的桌椅烧毁。萧炎脸上闪过一丝凝重，红衣女子体内的异火怕是不简单。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便带着小一仙等人转身朝着楼阁外走去。回房间的路上，小一仙有些担忧古族的人会对萧炎出手。他并不担心所谓的8大统领，而是担心4大都统，他们才是古族年轻一辈的翘楚，也是最可能成为黑眼王的人。而据他打听到的，每一任的黑眼王最低要求便是达到半圣。听到半圣2字，萧炎的脚步微微一顿，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麻烦真要找上门也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为了星陨阁和萧家，有一些东西总归是无法避免的。萧炎的脚步一顿，他的前方有3道身着黑袍的身影，一道略显阴柔的笑声传出：“你便是萧族的那个萧炎？”萧炎感受到这3人身上一股魂殿的臭味，脸色瞬间阴沉。看到萧炎一脸的冰冷，黑袍人让他不用做出这副模样，抓捕萧炎的任务不该他来，所以他不会插手。到这里来只不过是想看看当年将魂族死死压制的萧族现在落魄成了什么样，顺便再警告萧炎一句，和魂族作对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萧炎平淡地说：“放心，迟早有一天，这句话你会自己吞回去的。”黑袍人轻声一笑，他想萧炎最后的结局应该会和萧玄差不多。他还让萧炎记住自己的名字魂牙。当年重伤萧玄，并且导致他最终陨落的人之一，便是他的先祖。魂牙大言不惭地说，萧炎也会由他了结，这是萧炎无法逃避的宿命。说罢，他的身形慢慢变得虚幻，直到彻底消失。萧炎面无表情地朝着厢房而去，袖袍中的手掌紧握。古界中有着先祖萧玄的墓地，他决定就让那里成为魂牙葬身之地。小一仙等人从萧炎的背影察觉到一抹杀意，他们相信那个叫魂牙的家伙会后悔的。3天后，便是古界大门打开之时，萧炎一行人整装待发，来到了古圣城的中心处。古训长老大声说，等他们进入古界，自会有人将他们送往古界中心的古圣山脉。另外，他希望在场的人不要干扰古族的异民，否则将会被古族列入黑名单中。古族的异民是古族的最底层，但也是最重要的一层。他们的体内都拥有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斗帝血脉，但也会有一些意外或者变异的事，导致血脉之力变强。这种人一经发现，便会身价暴涨，成为真正的古族之人。也是这些无限的新鲜血液，让古族长久不衰。黑眼军2统领林朽看见萧炎一行人朝空间大门走来，脚步轻轻一跨，刚好将萧炎的路拦了下来。对于他这种行为，萧炎就像没看见一般，依旧前行。最后2人的身体轻轻撞击在一起，碰撞的刹那，萧炎面无表情，一股股劲力轰击在林朽的肩膀上。林朽本来是来找茬，结果却没有讨到半点好处，被萧炎撞得连连后退了3步。眼看萧炎无视他，径直走向空间之门，林朽脑门的青筋直跳，让萧炎不要嚣张，古界之内自会有人收拾他。他等着萧炎像死狗一样的爬出来。萧炎身形一顿，让这位2统领还是先顾好自己。说完，径直踏进空间之门，消失不见。萧炎身形消失后，林朽终于忍不住，一丝血迹从他的嘴角溢出。他没想到萧炎的实力竟然这么强，但古族还轮不到他这种废弃种族的贱种来。萧炎从空间之门出来后，便被古族的大手笔震惊。天空上10只飞行战船正在等候着他们。萧炎一行人上船后，十分惊讶，这个船竟然能在空间中穿梭。他的身后传来一道笑声，说这种战船是古族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缩空舟，它的速度就连斗尊巅峰的强者都赶不上。萧炎偏过头，他身后站着一名白袍男子，男子的额头上一朵栩栩如生的火焰印记正缓缓燃烧。萧炎能感觉到这个人对他没有抱有什么不好的心思。白袍男子是来自炎族的火炫，火炫问萧炎此次前来是否也是为了天幕开启。萧炎第一次听说天幕，当下一愣，看到萧炎的反应，火炫才想起从萧玄陨落后，萧族再未有人来过古界。天幕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其中有不少强者的墓穴，这里面就包括了萧炎的先祖萧玄之墓。天幕中拥有众多远古强者的能量印记，这些印记经过岁月的变迁，化为了他们生前的模样。只要将他们击败，便能够取得能量印记，并将之吸收，进而提升实力。
而天幕中的时间比外界流逝的缓慢，5天相当于外界1天。不过天幕也有着限制，20年才开启一次，每一次在里面的时间最多3年，也就是外界的半年。而只有远古8族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其中，哪怕萧族已经落魄，但按照规矩，萧炎依然能够进入其中。对现在的萧炎来说，最缺的就是时间，所以对于天幕，他现在是极度的期盼。萧炎郑重地对着火炫抱拳感谢，火炫笑呵呵地说：“这都是小事，日后进入天幕，说不定还要合作呢。”他还提醒萧炎多注意一下魂族和药族的人。注意魂族，自然是因为他们2族早就是死敌，而药族则是因为药老的缘故。火炫猜测，这次药族派来的人应该是号称人药子的药心急。药族的人对于外界的炼药师一向不怎么看得起，再加上萧炎是药族弃人药尘的弟子，如今又被传承是中州炼药师年轻一辈的最强者。他们见面的话，以人药子的性格，一定会给萧炎难堪。人药子是8品中级的炼药师，实力并不逊色于萧炎。不过他们要是找上门来惹事，萧炎也会让他们看看，药老教出来的弟子比药族所谓的核心族人更强。火炫离开后，萧炎一行人慢慢溜达到了船头的位置。一个身着劲装的长发男子盘腿坐在船头，他面前的小木桌上放着2杯盛满的清茶。萧炎看着这人装神弄鬼，转头就走。长发男子开口：“萧族的朋友既然来了，那么便请坐吧。”这个长发男子是黑眼圈的大统领古真。萧炎以为他专程等在这里是给领权等人找回面子的。古真云淡风轻地说：“那几个小子脾气暴躁，定力不佳。萧炎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天外有天，正好让他们收敛一下傲气。”古真告诉萧炎，古族非常看重斗地血脉，古界中数量庞大的异民虽然血脉稀薄，但偶尔也会出现变异的情况，这种人便会成为古族的新鲜血液。而他们之所以有着这种进化的机会，是因为他们的体内都有着斗地血脉，而覆盖斗地血脉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与外族结合。寻常异民如此，古族的核心成员也是如此，不得与外族通婚，是古族明确的族规。话说到这里，萧炎自然知道古真找他的目的，但这对他来说依旧没什么作用。古真也没期望用几句话打消萧炎的一些念头，但他希望萧炎如果真的喜欢小姐，便不要拖累他。毕竟现在的萧族已经彻底没落。萧炎轻轻转动手上的那戒，斗地血脉真的很厉害吗？古真一愣，当然厉害了，现在这些远古种族依旧强横，就是最好的证明。萧炎问他需要达到什么层次才能让古族无视血脉，得知要达到斗圣后，萧炎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会达到那个层次。斗尊和斗圣之间的壁障，即便是古族的绝顶天才也没有半点信心，但萧炎非常有信心，时间也自会证明一切。古真收住脸上的笑容，目光紧盯着萧炎自信的脸。他希望日后萧炎若是领略到了进入斗圣的困难，可以离开小姐，因为那样对他们都不好。萧炎能从萧家一介废物走到今天，凭借的就是未曾放弃。面对魂族，他丝毫不惧，古族也同样如此。就在古真心中轻叹时，战船到了古圣山脉。萧炎心头猛地一跳，陡然转头，目光直射远处云雾缭绕的一座山峰上，那里一道缥缈的青色倩影若隐若现，即便相隔甚远，萧炎依旧能感觉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熟悉和思念。古真缓缓起身，望着山峰上那道倩影，他的脸上浮现一抹复杂。这么多年以来，能让薰儿亲自来这里迎接的，也就萧炎一人。他希望萧炎能做到自己所说的。萧炎默默点头，从和古真的交谈中，他也察觉到薰儿在古族中面临了多大的压力。但谁也不能阻拦他和薰儿在一起，即便是古族也不行。战船到达古界后，萧炎并未动身，他的目光一直锁定在薰儿所在的那座云峰之上。半晌后，薰儿终于踏着云彩，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悬浮在战船外。看着眼前一身淡青色衣裙深入灵魂中的容颜，萧炎的脸上缓缓掀起一抹柔和的笑容。薰儿娇躯一闪，出现在他面前，柔柔地喊着：“萧炎哥哥。”萧炎强行忍住一把将薰儿狠狠抱进怀中的冲动，伸出手揉了揉她的脑袋，夸她越来越漂亮了。
两人叙了一会儿旧后，薰儿就让萧炎陪他一起走。萧炎知道薰儿亲自来接他，就是想向古族的一些人表明他的决心。他的心头涌上一股豪气，大笑一声，便带着小医仙等人追向前方的薰儿。就在萧炎出战船的刹那，一股强到连空间都仿佛要凝固的威压出现。萧炎知道古族有些人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他立刻用异火将周围凝固的空间破开。薰儿也出现在他的身旁，怒斥古族的几位长老不知礼仪。他的话音一落，一道苍老的身影浮现在天空上。多年未曾见萧族之人，如今不过是一时手痒，想要试探一下而已。此时古界山脉深处传来一道声音，让古谦退下去。今日是古族迎客之时，下不为例。薰儿没想到那些迂腐的老家伙会这么忍不住，在萧炎刚抵达古族时就想要出手震慑他。不过萧炎也不是很在意，在来之前他就明白会遇见什么事。这些年一直是薰儿一个人背负这些事，现在也该换他来啦。远处的山峰上，古族的古妖冷冰冰地看着天空上的萧炎和薰儿。若是萧炎执意不离开薰儿，他会亲自动手提醒萧炎。天空上的薰儿感受到了一丝极淡的杀意，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怒色。若是古妖敢乱来，自己定然不会放过他。萧炎的视线也锁定在薰儿停留的地方，凭借着出色的灵魂感知，他能察觉到那里有一股明显针对他的危险气息。他能肯定这个人是那4个都统之一。收回视线后，萧炎便在薰儿的带领下来到了他进修的地方。在这里，他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林隐。萧炎趁机将双方介绍了一下。林隐十分感慨，他原以为萧炎至少需要20年才能来到古族，没想到才10年的时间他就来了。早在当年，古族中便有人提议将萧家所有人带回古界，不过因为薰儿和一些长老的反对，这件事才没进行下去。但这个提议几乎每年都会有人提起，在古族中血脉之力越浓的人说话的重量越高。薰儿为了萧炎不断的闭关苦修，就是想让自己的话语权更重，这样才能压住族中那些准备对萧家出手的决议。现在薰儿在古族中的地位，即便是一些长老也得对他行礼。林隐知道萧炎走到这里必定付出了不少艰辛，但薰儿所付出的也并不少。萧炎轻轻握住薰儿的手，以后这些便由他来承担，古族中的那些压力他也会解决。薰儿脸颊浮现一抹绯红，不管他在族人面前表现得多强势，心里也是有着女孩子的柔软。萧炎这句话已经让他十分满足了。明天便是古族成人礼的开始。原本成人礼和萧炎这些受邀而来的客人没什么关系，但因为萧炎是萧族的人，以及薰儿的缘故，这场成人礼必会有萧炎的身影。按照规矩，凡是参加成人礼的族人可以任由挑选人切磋比试，这种正大光明找萧炎麻烦的机会，古族那些人肯定不会放弃。薰儿告诉萧炎，最有可能对他出手的就是号称修罗都统的古妖。古妖拥有的斗帝血脉极浓，古族中大多数人希望薰儿能和他在一起。半年前，古妖也主动和长老院提起过，不过却被薰儿拒绝了。按照古妖的性子，必定会在明日的仪式上对萧炎出手。只要他能将萧炎击败，古族中那些保持中立的人也会倾向他。而相对的，只要萧炎能将古妖击败，他和薰儿之间的事，古族那些长老日后也找不到什么借口发难，所以这一战输不得。深夜，小医仙站在山峰上，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殿宇。突然，一抹青衣自林间缓步而出。薰儿望着小医仙，感谢他这些年对萧炎的帮助。对于知道自己心思的薰儿，小医仙也没有过多的掩饰，他已经习惯了在萧炎身边帮他。小医仙洒脱一笑，让薰儿别跟萧炎说什么，他喜欢现在这种感觉，并不想改变。薰儿觉得小医仙不说的话，萧炎会一直迟钝下去的。小医仙看了看薰儿，突然说：“你应该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吧？”薰儿知道他指的是美杜莎。小医仙轻叹一声，不明白薰儿既然知道萧炎和彩铃之间的事，为什么在萧炎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对于这件事，薰儿也很头痛。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就离开萧炎，但他也不能在萧炎面前大发雷霆，然后让他把彩铃杀了。既然如此，他何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不如等着萧炎主动和他说，到时候他再故作狠心地教训他一顿，让萧炎明白花心的男人不会有好结果的。离开前，薰儿对小医仙说，希望以后他能一直陪在萧炎的身边。另一天，薰儿带着萧炎一行人一起亮相古族的成人仪式。薰儿直接走向广场中心的席位，他身后的萧炎等人迟疑了一下，也跟了上去。但在薰儿走进这片区域后，两名身着金色甲衣的战士将萧炎等人拦了下来。薰儿脸色一变，一股怒火在心中升腾，声音冰冷地说着：“让开！”古谦的兄长古虚长老说，这片区域乃是特殊地带，非古族以及古族特邀的人不能进入。古谦长老也在他身旁附和着。薰儿面色冰冷，眼中隐隐有着金色火焰跳动。这些老家伙三番四次的阻拦，真的激起了他心中的怒火。就在薰儿即将爆发之际，一道萧炎略微有些耳熟的怒骂声响起：“古谦、古虚，你们两个不要脸的老家伙，有没搞错？你们欺负人，老夫也懒得管。可你们如今竟然直接欺负到我迦南学院的头上来了，真当老夫是泥巴捏的不成？”天空上，一道苍老的身影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浮现。他一现身，两道蕴含强烈雷芒的斗气直奔下方的古谦两人。见这道人影说动手就动手，古谦两人面色有些难看。萧炎看着降落在面前的人影，直接愣了：“怎么是你？”王天尺听到萧炎的惊呼声，一吹胡子，怒斥：“你个头啦！有没礼貌，叫院长！”萧炎眼中有些茫然，片刻后终于反应过来，他是迦南学院内院的院长。笑嘻嘻的王天尺在萧炎的身上捏了捏，十分满意。苏谦总算是教出了一个看得过去的学生。他拍了拍萧炎的肩膀，一副十分义气的样子，让他放心，以后有事自己会罩着他。萧炎苦笑，一时间很难将这个像从土匪窝里跑出来的老土匪和迦南学院最神秘的内院院长联系在一起。从惊讶中回过神的薰儿赶忙多谢他。王天尺随意的摆了摆手，目光在薰儿和萧炎身上扫了扫，怪笑着说：“我说他们怎么会为难你一个后辈？原来你是将古族最了不得的花给拱了。”此时古谦二人脸带怒色的上前来说：“这里可不是雷族。”王天池瞥了两人一眼，目光转向虚无空间，以古山的身份指使人对一个晚辈发难，度量可太小了。一名身着黑袍的白发老者出现，无奈轻声叹息。既然芒天尺要出这个头，他便给他一次面子。芒天尺嘴巴一撇，还是把到嘴的脏话咽了下去。他让萧炎自己努力，想要让这些眼高于顶的老家伙刮目相看，最后还是得靠他自己。萧炎能听出芒天尺话中的关切，也十分感谢他的提点。入座后，萧炎在与薰儿低声交谈间，目光在这片特殊区域扫过。此时黑眼军的几位统领正带着幸灾乐祸的目光盯着他。萧炎刚想收回目光，眼瞳却猛地凝聚在这片区域前方的某处角落。那里一道透着杀伐之意的身影盘腿而坐，他的头发呈黑白双色，浑身的气息如同万年玄冰。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杀意从此人体内涌出，萧炎缓缓吐了一口气。这人应该就是薰儿口中的修罗都统古妖。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凝重，这个人的确是个劲敌。薰儿告诉萧炎，等古族的成人仪式完结后不久，天幕便会开启。原本以萧炎萧族之人的条件可以进入其中，但古族中肯定会有长老从中作梗。坐在他们前面的芒天尺伸了个懒腰，让他们放心，到时候自己会帮萧炎说说好话。看在他的面子上，古族的那些老家伙应该不会太过为难萧炎。不过萧炎想要进入天幕，最少要在修罗都统古妖的手上坚持100回合不败。萧炎握紧袖中的拳头，100回合，这并不是他需要的结果。一道古老的钟吟声响彻这片天际，3名衣冠严谨的古族长老进入广场中央，开始了古族的成人仪式。在古族中，只有经历了成人仪式，才能真正的成为族中的核心。广场上的3位古族长老按照名单，第一个念出了领权的名字。领权进入场中，手掌戳在他面前的星盘上，伴随着他双眼紧闭，星盘上猛地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
见到徐徐浮现的6颗星辰，古族长老高声大喝，领全黑眼军7统领，一心斗尊实力，6品血脉等级，经长老院协议，予以金色族纹。领全单膝跪地，一名古族长老手持金光毫笔，手臂舞出道道残影。很快，一个玄奥的符文出现在他的额头上。薰儿告诉萧炎，古族的血脉等级分为10层，1品最低，10品最高。一般来说，只有血脉等级达到4品以上，才有资格参加仪式。至于金色族纹，乃是古族自远古传承而下，在危急关头能让古族人体内的血脉之力暂时暴涨，化险为夷。这种族纹分为银、金、紫金以及七彩金4个等级。萧炎原以为这个仪式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好处。他笑着问薰儿的血脉可达到了第10品。薰儿从上次闭关出来后便未曾再测试过，而第10品血脉又被号称神品血脉，古族已经1000年未曾出现过。薰儿觉得自己怕是还没达到那种程度，而七彩金的族纹，如今古族中仅仅只剩下被束之高阁的一道了。王天尺偏过头告诉萧炎，按照古族的血脉等级计算，能够达到9品血脉的便拥有进入斗圣的潜力，神品血脉的话足以达到斗圣巅峰。不过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神品血脉了。漫长的仪式走过，终于到了修罗都统古妖上场。8星斗尊的古妖血脉之力达到了8品，被授予古族的紫金族纹。族纹落成后，古妖便看向萧炎。挑战一般都是由下挑上，在古妖的认知中，该发出挑战的应该是萧炎。现在他给予萧炎挑战自己的机会，若是萧炎拒绝，他希望萧炎今日就离开古界。古妖的话音一落，全场的目光都落在了萧炎的身上。薰儿玉手紧握，忍不住站起身，斥责古妖对客人的要求太过过分。古妖紧盯着萧炎，正因为萧炎是客，他才给予萧炎挑战自己的资格。而只要萧炎说一个不字，这场比试便可略过。古族上午，若是萧炎拒绝了挑战，便会被所有人唾弃。这一刻，薰儿的心中满是自责。萧炎微笑着站起身，这场比试，萧炎代萧族接下了。他很清楚，进则战，退则辱，而如今的萧炎可战不可辱。萧炎安慰了一下身旁担心的薰儿，王天尺也在一旁让萧炎多加小心，有情况的话他会出手相帮。萧炎既然是迦南学院的学生，自然也算他的半个弟子，王天尺绝不会看着萧炎栽在古界之中。萧炎感谢过后，脚尖一点，便出现在古妖对面。古妖没想到萧炎竟然会应下这场比试，他相信萧炎应该知道自己为何找上他。萧炎直视古妖，缓缓说：“我知道，但是没用。”对于萧炎的回答，古妖并不意外。既然如此，便只有将萧炎杀了。随着他最后一个字音落下，这片天际猛然变得冰冷，古妖的身形也如同鬼魅般瞬间消失。萧炎清楚，今日他若是败在古妖手中，古族中不会有任何人支持他和薰儿，所以这一战绝不能败。他将体内的斗气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右手紧握，狠狠对着面前的空间轰了过去。初次交手，萧炎略微吃了个小亏。古妖在接下萧炎出其不意的3色火莲后，铺天盖地的斗气在这片天际汹涌咆哮。古妖身负斗帝血脉，所修尽是古族真传，等级更是远胜萧炎。他从不觉得萧炎这个衰败的萧族之子有资格和他争斗。他手持玄冰长枪，打定主意，今日要让萧炎看看什么叫做年轻一辈的巅峰。古妖的万兽枪法的确很强，但萧炎凭借紫炎送给他的龙皇骨甲硬接下了这一招。随后他施展的大地罡炎，让极寒属性的古妖出现了些许狼狈。将岩浆柱彻底打发后，古妖见萧炎施展出天阶功法吸纳能量，冷笑一声，也施展出古圣宝剑补充消耗。接下来他要让萧炎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古族天阶斗技。听到他的话，萧炎深吸一口气，手印一变，滔天的异火从他体内暴涌，随后4种异火分化成兽形之状。看到萧炎施展5轮离火法，席位上的天火尊者眼中涌现一抹火热。即便是在他的巅峰时期，也未曾真正的将5轮离火法的威力彻底展开。今天这足以和天阶斗技媲美的异火大阵，终于要彻底爆发出属于他的光彩。萧炎的4种异火一出现，场中无数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药族的人顿时心生恶念，想要找机会抓住萧炎，抢夺他的异火和功法。其他人则是羡慕嫉妒恨居多。
古瑶没想到萧炎身怀4种异火，但这还不够。伴随着他手印的结冻，一股滔天的寂灭气息弥漫而出。薰儿轻吸了一口气，他没想到古瑶为了赢，竟然施展出大寂灭术。一旁的芒天尺说，萧炎能逼得古瑶如此，已经算是赢了。即便此刻退下来，古族中人也没理由再说什么。但熟悉萧炎的小医仙很清楚，萧炎即便是拼得2败俱伤，也绝对不会退半步。此时萧炎的5人离火阵也结好了，身处阵眼的他将5头火灵化为一个巨大的5色火盘。他举起火盘，让古瑶接他一招试试。5色火盘划破天际，直奔古瑶时，古瑶睁开眼睛，冷笑了一句：“萤火也敢与皓月争光。”后缓缓伸出一根手指，对着虚空轻轻按了下去。他昂首于天地间，寂灭之下不存生机。古瑶要让萧炎看看他如何破这异火大阵。望着远处的萧炎，他的心头杀意暴涌。他坚信只有萧炎死了，薰儿才会彻底收心。5色火盘和大寂灭指的碰撞太过厉害，古族的3位长老连忙凝聚出一个斗气光罩，但仅仅片刻，他们体内的斗气就开始告竭。古山让古千兄弟俩前去帮忙，才将光罩逐渐稳定。而萧炎的5色火盘也在大寂灭指的攻击下裂缝越来越多。眼看萧炎要顶不住了，小医仙等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斗气也都在体内运转，准备随时出手支援。薰儿眼中的金色火焰也骤然涌动，王天池也站了起来。就在他准备出手时，一旁的青灵说，萧炎少爷体内的斗气正在急速消失。王天池和薰儿一愣，仔细感应之后便猜到萧炎还有后手。天空上的5色火盘终于顶不住大寂灭指的威力，砰的一声爆裂。古瑶脸上涌现一抹冷笑，在他看来，萧炎此刻只有等着受死一条路。下方的薰儿也按耐不住，金色火焰从他体内涌出。薰儿刚想出手，却被一旁的芒天尺拦了下来，让他再等等。此时天空上的萧炎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惊慌，有的仅仅是一种如同野兽般的狠厉。眼看5色火盘彻底爆裂，古族之人都悄悄地松了口气，而萧炎的双眼却陡然睁大，迎向古瑶巨大的黑指，大笑着说，古瑶，你高兴得太早了一点。萧炎的掌心处，一枚巴掌大小的4色火莲悄然涌现，大寂灭指在接触到火莲的刹那，砰的一声化为漫天的黑色光电。萧炎仰天大笑，古瑶算什么东西，也想取他的性命。说着，萧炎身形化为一道血芒，手中的4色火莲对着脸色呆滞的古瑶而去。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结局逆转了，萧炎胜了。眼看萧炎没有丝毫收手的打算，一道轻叹声响起，唉，萧炎，手下留情吧。伴随着这道声音响起，萧炎和他手中的火莲陡然凝固，原本极度狂暴的火莲能量也变得很是温顺。在空间凝固之时，一道身着白袍的苍老身影出现在萧炎面前。通玄长老一现身，半空中的古千几人连忙弯腰行礼。通玄长老接过萧炎手中那朵凝固的火莲，轻轻一捏，火莲便悄然破裂，没有引起半点波动。随后他将萧炎的禁锢解开，屈指一弹，一股柔和的能量将萧炎身体尽数包裹。萧炎身体表面的外伤瞬间尽数消失，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古族中杀了古妖，立刻接下了通玄长老给的台阶。通玄长老目光转向他身后紧握拳头的古妖，这场比试他已经输了。心高气傲的古妖很难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在通玄长老严厉的话语中，还是极其不甘地向萧炎认输了。比试已经结束，萧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返回了自己的席位。通玄长老将千疮百孔的广场恢复后，便宣布接下来的仪式由他来主持。广场上，新换的主持人通玄长老看到薰儿冰冷的神情，忍不住苦笑。以薰儿的优秀和在古族的地位，不管是谁去挑战萧炎都是不奇怪的。好在这次萧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日后应该不会再有不长眼的人去招惹他了。通玄长老手掌一招，星盘出现在他面前。薰儿玉手轻触星盘，眼眸微闭，随着9颗星辰浮现，广场中的人全都深吸了一口凉气。在通玄长老狂喜的目光中，薰儿的玉手一颤，手臂瞬间变得透明，他血管中的血液飞速流动，一点点金色光斑汇向他的玉手上，最后薰儿整条手臂变得如同黄金所铸，而星盘也悄然浮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纹。
当一点金黄荧光浮现时，这片天地突然寂静。第10颗星辰出现的刹那，星盘砰的一声爆开，一道金黄色光柱从薰儿手上爆射天际，一股强横的威压弥漫，众多古族之人噗的一声跪伏在地。10星代表着神品血脉，要知道古族可是千年未曾出现过神品血脉。通玄长老冷静下来后，双手恭敬地在虚空一握，古族千年未曾动用的七彩天地笔出现，伴随着七彩族纹一笔一画的浮现，通玄长老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体内的斗气如同潮水一般飞快流逝。等最后一笔落下时，通玄长老已经出了一头的汗。薰儿睁开眼的刹那，额头上的七彩族纹爆发出强烈的七彩光芒，顿时又有不少实力强悍的古族人满脸狂热的跪伏而下。薰儿的成人仪式结束后，萧炎就带着小医仙他们离开了。见萧炎离开，薰儿当下也不想多待，在众目睽睽之下连忙追上萧炎。通玄长老无奈摇头，觉得古族除了神品血脉也不行，还是萧族强，啥也没干就得到了一个拥有神品血脉的媳妇。广场的角落里，魂族的人盯着薰儿远去的背影，神品血脉将会是魂族的大敌，说不定还会对魂族的计划产生干扰。看来他们得暗中找个机会将薰儿给除了。古族大殿中，通玄长老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全场，接下来他们要商讨的就是天幕开启的事。进入天幕的名额一共只有16个，远古8族，每族2个。这次灵族没有人前来，按照规矩，古族可以使用这2个名额，但古族安排好进入天幕的有6个人。古谦说萧族的名额一直都是古族使用的，加上那2个刚刚好，可这次萧族来了一个萧炎。古山说萧族已经衰败，早已不在远古种族之列，排除他们无可厚非。古山的话得到了一些长老的支持，但通玄长老的眉头却皱了起来。果然，紧闭的大门砰的一声被震开，门口的护卫正准备怒喝，便在一阵七彩光芒的照射下跪了下去。七彩光芒将大殿中所有长老笼罩。薰儿清冷的声音响起，他斥责古山，古族从萧族离开中州后，一直占据着他们的名额。如今萧族终于有人来到这里，他却连1个名额都不肯归还，未免做得太过分了。通玄长老无奈叹气，瞥了一眼脸色难看的古山等人，让他先将族纹收起来。薰儿眉心处的七彩族纹减弱，他的眼中跳动着怒火，走到会议桌旁。古山沉着脸说：“薰儿做事应该多为古族着想，但名额这件事，古族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甚至算是他们成了萧族一份情。现在萧族的人来了，古山不仅不归还别人的名额，还想将人彻底排除在外，这种事怕是有点良心的人都做不出来。”古谦立刻说：“薰儿乱闯长老议事的地方，已经坏了古族的规矩。”薰儿也不给古谦面子，直接质问古谦，莫非是将七彩族纹的权利忘记了不成？按照古族的规矩，拥有七彩族纹的族人地位能够超越绝大部分的长老。通玄长老开口让他们别吵了，将萧炎排除在外的确有些过分。古族占了萧族这么多年的名额，如今也该略作交还。而且萧族只有萧炎一人，古族还有5个名额，已经很不错了。古山等人都很是不满，但薰儿如今拥有神品血脉，他们就算有异议也不好再说什么。薰儿离开之后，古山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说：“天幕中还有萧玄的幕府，那里古族至今没有人进入过。”通玄长老眉头一皱，让他们不要打萧玄幕府的心思。以萧玄当年通天的手段，若是他不想让其他人进入的话，就算是古族族长出手，成功率也不会超过50%。闻言，其他长老才终于闭嘴。等所有长老离开大殿后，通玄长老也知道了族中那些眼光高得离谱的老家伙对萧炎的未来十分看好。至于那枚驼舍骨地狱，他们也让通玄长老不用担心，都会处理好的。深夜，萧炎正任由焚诀自动运转，吸收天地间的精纯能量。突然，一道身影在他前方负手而立。萧炎眼中涌现一抹骇然，他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半点气息。那个人所处的空间就像并不存在一般，但却又真实存在。萧炎对着身影拱手，恭敬地说：“晚辈萧炎，入行至此，若有惊扰之处，还望前辈见谅。”萧炎正准备后退时，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就是专门在这里等着萧炎的。
等萧炎回过神时，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山顶之上。萧炎咽了一下口水，面前这个人是他有史以来见过的最恐怖的人。听出这个人和先祖萧玄有点关系，萧炎恭敬地询问他的名讳。那道人影转过身，看上去如同一个普通的中年人。他笑着介绍道自己是薰儿的父亲。萧炎顿时愣了，他听薰儿说过，他的父亲是古族的族长来着。现在这位斗气大陆最顶尖的人物之一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等萧炎从震惊中回过神后，中年人说自己名为古元。说起来，萧炎当年出生的时候他们便见过，只不过当时没人知道他的身份罢了。古元来此为的就是萧炎和薰儿之间的事，但与萧炎想象的拆散他们两个不同，只要薰儿愿意，古元这个做父亲的不会勉强他。虽然萧炎和古族年轻一辈的巅峰还有些差距，但也算合格。萧炎眼中涌现一抹喜色，高兴的连忙多谢古元。古元让他别急着谢，虽然他不会阻拦，但古族的一些长老和更老的存在对萧炎还是有些芥蒂。毕竟薰儿是古族近千年未曾出现过的神品血脉，他们不乐意薰儿的血脉因为萧炎的存在而变得不完美，所以萧炎要面临的阻拦并不轻松。古元对萧炎并没有太多不满，但若是早知道会有现在的结局，当年他说什么也不会将薰儿送到萧家。不仅驼舍古地狱没到手，他还赔了个女儿进去，真的是亏大了。古元表示自己不会插手萧炎和薰儿的事，但萧炎也要答应他一些事情。他要萧炎在薰儿未曾达到斗圣之前，让他保持完璧之身。萧炎有些尴尬，没想到古元会提这种奇葩的要求，难道他看起来像是很急色的人不成？古元也尴尬的忍不住咳了一声，主要是薰儿体内的血脉如今还不稳定，而萧炎又不是古族的人，行男女之事的话会有损薰儿体内的血脉。不过这件事只是古元顺便提醒萧炎的，这次找上萧炎为的还是萧炎身上的驼舍古地狱。驼舍古地是斗气大陆最后一位斗帝，相传在他陨落时遗留下了一座斗帝遗迹，其中有着突破到斗帝的秘密。远古八族和一些中州的超级势力爆发过大战，最终得到了遗迹的钥匙，钥匙分为8块，远古八族每族都拥有1块。古元告诉萧炎，当初魂族之所以抓萧战，为的就是萧族的驼舍古地狱。魂族一直是远古八族中最诡异神秘的种族，当年古族和萧族联手和他们大战过一次，最终各有损伤。后来萧玄成为萧族族长，原本有机会重创魂族，却被魂族率先纠结众多强者围杀。最后萧玄陨落，萧族一蹶不振，失去了萧族这份助力，古族也没有勇气单独对魂族宣战。毕竟若是两败俱伤，一定会让其他势力趁虚而入。这些年魂族再次蠢蠢欲动，若是让他们得到驼舍古地狱，必定会实力暴涨，从而打破平衡。萧炎微微点头，心头却闪过弟弟岩浆的画面，不知道那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让驼舍古地狱有所反应。难道岩浆世界的尽头便是斗帝遗迹的隐藏之地？萧炎有种预感，那里的东西必然极其重要。他回过神后问古元想要怎么样。按照古族那些老家伙的意思，是要萧炎将古玉交给古族保管，但古元觉得萧炎恐怕并不会交出来。驼舍古地狱是萧家现在最宝贵的东西，日后真要是到了用它换取萧战的时候，萧炎会毫不犹豫地交换。更何况一旦将古玉交给古族，魂殿怕是会对萧战不利，所以这个筹码一定要握在他自己手上。古元也不意外萧炎的决定，而且过2天便是天幕开启之时，等萧炎从天幕中出来，再来讨论古玉的事吧。萧炎刚想说话，一阵破风声从山脚下传来，看到薰儿火急火燎赶来的样子，古元无奈一笑，果然是女大不中留啊。他让萧炎记住答应自己的事，也好好保护古玉。说完身形便消散在这片天地。薰儿赶到萧炎面前，一脸的担忧，问他没事吧。萧炎笑着说没事，还说刚刚古元并没有阻拦他们俩之间的事，只是跟他谈了一些和萧族有关的事而已。
见薰儿有些诧异，萧炎凑近他耳边说了古元要他答应的事。薰儿一脸的娇羞，说天幕的名额已经搞定了，只要再等2天，他们就可以进入。萧炎知道能顺利拿到进入天幕的名额，薰儿一定出了不少力。望着自己怀中的薰儿，萧炎心头泛起一股温馨。好啦，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